大家好，我是 Colin。今天帶你來看漫威版的超少女夏日閃耀鳳凰制服。首先屬性制服，第一件是 TVA 十變局的地獄風暴，第二件是眾神之父的奧創，第三件是恐懼本身的紅坦克，第四件是假如動畫的王，第五件是天啟先驅的天啟。那天啟、紅坦克都是舊制服，那目前有在用的就是王。然后地獄風暴跟奧創的話，奧創是佔領，這樣可以用得到。那請各位斟酌你需要的事務值去提升制服吧。首先我們來看看夏日制服的被動技能，制服效果以火焰傷害增加量從 40% 變成 45%， 其他都是一樣。常駐突破防衛免疫的技能，並且減少額外貫穿傷害的 60%。T1 被動一樣，死亡時以100%的血量復活。那 T2 被動一樣不變，所有抗性 60%， 技能傷害 50%， 然後所受到的傷害減少 40%。然後隊長技可以解控。再來是主動技，第一技能有昏迷的技能效果，攻擊力增加的幅度從 45% 增加為 75%。段數12段，不可以取消招式，使用時全程處於無視鎖定的狀態，並且這招有超級突破防衛以及無視鎖定。第二技能，它可以攻擊無視鎖定效果的敵人，並且也是 PVP 自動 AI 放招的主要技能。而且這招有燒傷及麻痹的技能，本身可以回復 20% 的 HP， 並且有 80% 的幾率貫穿超級護甲等盾牌，還有無敵。並且有移除所有減役效果4秒，攻擊力增加的幅度一樣是 80%。那有25段，可以取消招式，使用時全程有無視鎖定狀態。此招呢有超級突破防衛以及無視所有鎖定。第三技能有燒傷及沉默的技能，那 100% 可以獲得所有傷害免疫，攻擊力幅度從原本的 90% 減少為 50%。使用時這招沒有無視鎖定的狀態。那是30段可以取消招式，那這一招的範圍技能的範圍呢比較大，所以在盟戰的時候可以處理小兵。這個招式有突破防衛。第四技能有燒傷、陷阱及斷裂的技能，攻擊力增加的幅度從 80% 減少為 65%。32段可以取消招式，使用時全程是無視鎖定的狀態，範圍也比較大，也可以處理小兵，有突破防衛以及無視所有鎖定的效果。第五技能也是 AI 在 PVP 自動放招的時候的技能，有燒傷及麻痹的技能，增加攻擊力 45%， 有 HP 回復的龍炮，注意是可以回復 HP， 所以它的這個回復 HP 的量是非常大的。那攻擊力增加的幅度從原本的 83% 減少為 75%， 40段可以取消招式，使用時全程是無視鎖定的狀態。那這招有超級突破防衛以及無視所有鎖定。第六技能有終極技能，有沉默的技能， 100% 貫穿超級護甲等盾牌，並且火焰免疫的角色呢，它也可以把火焰傷害貫穿過去，增加攻擊力 50%。那這件制服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終極技多了，按下終極技，使用終極技之後，8秒內可以獲得攻擊時攻擊力增加的幅度為 180%。那終極技能本身的攻擊力幅度一樣不變，是 150%。這一招是28段可以取消攻擊，使用的時候全程是無視鎖定的狀態。那技能7是幫手技能，我這邊套用的幫手等級是技能4，那它可以反彈所受的傷害 80%， 最高可以反彈是攻擊力的 45%。你可以想成是攻擊力越高，反彈呢就越高。那并且它的攻擊龍炮是放在幫手技能第7技能。那雖然攻擊力幅度它比較舊制服來說，它是小幅度減少啦，但是呢，它的終極技能多了那一招8秒內可以獲得攻擊力增加的幅度變成為 180%， 所以它這一次的盟分的傷害量其實是不錯的。那系統建議的連續小招式呢，從原本97段。然後，如果你配上終極技能的話，會增加為151段。那系統建議的連續大招技能呢，大接招的技能呢，會從原本的80幾段把增加到130段。那除了第一技能以外，所有招式皆可以取消
那最後再放第一技能就可以了。那再來呢是PVE 的測試。那我這邊分享在那個秦葛雷在極限盟戰、宇宙英雄場次以及傳說盟戰變種人女性的場次的實戰的影片。那我會一邊分享我的經驗跟心得。那在盟戰中，我們會直覺的綁定就是用憤怒的 CTP。然而秦葛雷它是可以裝競爭的 CTP。那這個裝備它主打是本能的攻擊。那因為傳說盟戰的頭目啊，它有減傷的效果，但是競爭的用了競爭的 CTP， 它的分數是可以達到1900萬的分數。那競爭的 CTP 在傳說盟戰可以達到這個分數，是因為它有本能傷害這個字眼。那兩個模式，應該是說傳說盟戰的頭目啦。它有極高的減傷的傷害，所以用競爭 CTP 的話，它會再加上它可以放大 T4的本能的數值，然後它就可以比較不會受到傳說盟戰首領的那個減傷的效果，那也可以打出本能的真實傷害，然後再加上神器啊，其他的一些征服的效果的話。所以它的輸出爆發的上限就不亞於憤怒的 CTP。那夏日制服最明顯的改動呢，連招上的改動呢，是除了技能以外，其他技能呢皆可以取消招式，我們不需要等待技能動畫完成。那當那個競爭的燈亮起來的時候，或者是剛好頭目進入比較容易吃傷害的時候，那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把第7、第6、第5、第4、第3、第2的技能都按下去取消，然後將所有的段數在同一秒內輸出完，那就可以觸發競爭那短短幾秒的那個本能傷害就會比較可觀啊。然後呢，是因為終極技能有提供了8秒攻擊力，8秒內攻擊力的傷害增加幅度會變成180%，並且啊。終極技能在使用之後，它會讓其他技能的段數提升，而且祭7做出了攻擊龍炮的技能，所以呢，這時候就是盟戰的時候，我們應該要最後的時候放第一技能，那我們就可以觀賞那個秦葛雷對頭目造成的大量的傷害。那當然啦，要達成1900萬的分數，那個隊友或隊長的配合。是關鍵。那由於它是變種人女性的場次，那特別就會選擇隊長北極星以及輔助炫音的組合，這組合是這個場次最好的組合。那這些工具人呢，身上啊，當然也必須要搭配洗滿的解放跟領悟 CTP。那解放要注意的是HP 高過自己上限，能增加傷害的那一種哦。然後領悟的話是可以增加15%的那個增傷，對頭目的增傷。那在這個組合之下的話，配上這個 CTP，輸出的話就會看到很明顯的效果啦。那至於在傳說盟戰在走位的方面的話呢，如果是我自己有試過，如果是呆呆的在原地按招，跟盡量將頭目控制，就是在邊緣攻擊，然後讓頭目走到邊緣場地的邊緣來打的話，那秦葛雷他的有一些技能的範圍是非常廣大的，所以其實在邊邊角落也同時能夠清小怪，並且持續的對頭目輸出，這會確保他連擊始終是有連貫的，所以可以獲得穩定的獲得額外的增加的分數加成。那當然，極限盟戰跟傳說盟戰在打的確實有一些小小的不同。然後應該是說傳說盟戰的舒爾特爾嗎？他在破斷吼的時候的時機以及攻擊模式上，因為有那個減傷，所以他的得分方式就更加嚴苛了。那所以在傳說盟戰中，我們必須使用競爭的 CP， 發動亮燈的時候以及斷吼的時候，頭目可以
被攻擊容易被攻擊的那個狀態下，要讓這兩個狀態下精準的結合在同一個時間。那在這一波攻擊的時候，分數會成長的非常的飛快，然後所以就是接法就是全部都取消，然後最後由第一技能收尾的打法，那就可以就可以降低啦，就可以降低技能等待而錯過的時間。那簡單來說就是你的 CTP 亮燈配合你斷口後的分數加成的狀態，然後配上你的連招的打法，就是全部取消，然後第一技能收尾的這個打法，会在盟戰的時候會取得比較不錯的分數。那我自己有做測試，從原本的1450萬分，有慢慢的增加為1700萬分的分數。那未來也會再慢慢的練上去。那另外本人也有邀請大佬來協助使用我本人的賬號。測試完之後呢，極限盟分是2000萬分，傳說盟分是1900萬分。再來，我們來分析秦葛雷為主角的實戰記錄，就是他用夏日制服挑戰傳說家世界頭目第99層的暗夜無心與凶刃。那戰鬥開始前呢，我們檢視一下此次隊伍的配置。那99層呢是變種人女性的限制，那所以我的配置會是以变種人為核心的輔助陣容，隊長為北極星，那是 Uncanny X-Men 的制服，此套制服提供 45% 的所有攻擊力以及 55% 的增傷。另外一個關鍵工具人就是炫音，他的被動呢有对頭目 65% 的增傷，所以說換言之，任憑北極星跟炫音這兩位角色當工具人，秦葛雷就有 45% 的全攻加成，還有 65% 的对頭目增傷。那以這個為基礎的話，預期是能夠穩定挑戰99層關鍵的因素，當然還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制服這件技能制服的關係啦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來探討秦葛雷裝備的特裝。那我給他的裝備是輝煌的 CTP， 那競爭是適合 PVE 的特裝的。那它的優勢是提供那個本能傷害。那尤其是面對99層傳說家這類防禦跟血量都很高的時候，目前對本能傷害的承受力呢就沒有那麼大，所以本能傷害能夠更穩定的轉化為實際的輸出。那夏日制服這一件秦葛雷的裝備輝煌競爭呢，實際打下來啊，感覺上就是穩定性啦。我們在打的時候不用像狂怒一樣要控亮燈，或者是要嚴格的控管你的那個接技的連招，因為在實戰上面，你除了控管這些以外，你還要面對關卡頭目王的敌技。那競爭的亮燈比較不太需要去注意啦。那所以在這個高難度的關卡的話，就是可能比壓力也稍微小一點點，但是它的輸出就蠻扎實的，就对了。那大概打到一半，大概在2分25秒到4分左右呢，影片上面无心跟凶刃呢，這對 BOSS 就會頻繁的輪替，然後使用大量的干擾技，然後時不時還會出現無敵狀態，無法攻擊。但是因為北極星跟炫音它有強力的增傷，那我們又有本能傷害的 CTP， 所以我們就我们的輸出就是穩定的。那個，而且再加上秦葛雷他的夏日制服的某幾技技能呢，範圍就是很大。那6技下來之後，段數也會比較高一些。那操作上呢，也是沒有說要延遲的部分，所以也比較簡單。那所以就是只要這樣穩穩的打一波，然後CD 冷卻好了之後，就正常的接技就可以了。那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，這些毒物啊、掉落物啊、雷射槍啊，其實對秦葛雷這件制服其實都幾乎可以无視掉了啦。他如果不是紫色的那個貫穿攻擊以外，秦葛雷這件制服都是穩穩的站在原地。而且不要忘了，秦葛雷還有雙血，他其實是還有技武是有那個回血龍炮，其實他回血力跟續戰力都是非常好用的。那其實需要注意的細節就是觀察 BOSS 的動作，然後盡量在適當的時機將 T3 的那個增傷8秒的增傷，以及 T4 的龍炮這些高
高傷害的技能放置在那個王剛切換狀態，或者是放完大招之後的時候上去輸出一波。那如此一來，就是這些本能傷害啊，或者是一般的傷害都可以全部打在那個凶刃的身上或无心的身上，不然就是不用害怕會被減傷減掉了。那這件制服的輸出就蠻平滑的，所以就是說，也不用太擔心說，你需要延遲，然後錯過了一些時機，所以走位上啊，跟技能什麼時候釋放都比較隨性一點，也是可以的。總而言之，在畫面 BOSS 掉血的速度，我們可以看到它不是秒殺，但是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，一條一條血慢慢的扣下来。所以整场上来說，秦葛雷在99層這一场，生存力、輸出力其實是非常適合打這一場的。它的輸出曲線就是蠻 OK 的，那翻車率也蠻低的，所以是蠻適合這一層的。甚至說將來出更新的世界王挑戰的話，它是有可能可以再往上爬的。如果說限制上是適合它的話，像變種的女性99層這一場一樣，那這一隊的核心就是北極星加攻擊力，眩暈也對頭目有增傷，然後裝備輝煌的競爭，這樣子。那這個組合就是雖然速度沒有很快，但是可以穩穩的在5分鐘之內拿下，就是把頭目的血量見底。那就是如果說虽然幾率很低，但如果說你想要每一天打高層穩穩的，然後有幾率掉 CTP 的話，那你可以試試看这件制服。打起來是穩定跟舒服的，在這個99層的高層的體驗是這個樣子，所以適合你如果想要打高層，然後看能不能掉一些 CTP 下來的話，你可以來參考用一下。我推薦你秦葛雷的夏日制服這件制服。再來是 PVP 時間線對線的實戰的心得哦。那就秦葛雷在時間線對戰的策略上来說，換上這件夏日制服，並且我們這一次會用輝煌的 CTP。那秦在全自動 AI 放招的實戰的邏輯呢，就是4個字啦，就是防守並且反攻。那另外提一下，就是秦跟四本柱啊，就是哨兵等等的，他們這一類放完 S2 之後，放完第2技能的時候，他會有一招4秒的解控，這會使得原本12秒的隊長解控跟鯊魚傑夫的解控12秒會被蓋掉，所以那個解控就會直接變成 CD 狀態，不會使用。所以我這才解惑了，我覺得為什麼秦在自動時間線自動的時候，好像蠻容易被控場的這個情況。那應該是其他的4本柱的其他的角色也是有這樣的情況，那我只能說可能是 AI 在放招上，其他角色並沒有像秦放的這麼慢，他可能接的技能一跳起來就接上去，所以比較感覺不出來。但是秦就是感覺很容易會不一直被控场的效果。那現在呀的那個這些4本柱原生 T 三角啊，他們都是走高傷害的一波高傷害的打法啦。那所以呢，我們就是用防守加反攻的方式，就是先利用征服的防護牆減傷。那注意它會防守會越來越數值防守的減傷會越來越小，就是譬如說可能從原本的100%減傷，然後降到60，那就是用征服的防護牆來防守，然後防守的同時將征服 CTP 它的攻擊的技能去蓄力。那當然需要配合雙工具人的減傷，這邊的防守比較容易達成。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帶錯工具人的話，你不但攻擊的時間變長，你還有可能會變成像2線角一樣。好，那就是抓準，就是先防守之後抓準對手技能的空檔呢，讓 AI 用武技本身有40段大範圍的清招，或者是用技2那個無視鎖定的狀態去攻擊，然後穩定的拿下一血。那我這邊有看了一下哨兵康努爾格尔，對，
那只有哨兵的技2是無視鎖定，也就是說，秦的技2對上哨兵的技2是比較強勢的，可以攻擊得到。那如果是其他四本柱的話，就會變成就是雙方都攻擊不到對方。對，因為秦可雷他的技2，看一下，他的技2也是無視所有鎖定的。好，那所以這邊呢，在時間線我們準備了2套陣容，一招是秦可雷搭配海拉加烏木諧星的雙減傷的陣容，那是專門去扛像哨兵加鋼人這類的減傷英雄的陣容，然後而且特別是他又雙血加減傷的隊伍。那第2套是面對格爾努爾這種反派又自帶復活或損血的對手，我們要換上秦可雷配合歡歡或影武士，再加上鯊魚傑夫當隊長。那鯊魚這邊會反覆的用恐懼去干擾，然後達成有防守的條件，那再讓秦去反攻，消耗對方的一血。那最後提醒就是務必要讓秦或傑夫能占隊長位置，確保全隊有解控的效果。那掌握這些時間線，這次時間線測試對戰起來就會比較不錯，因為你可以看到影片上啊，如果是使用這2隊的來打的話，不管是時間還是勝率都會比較高。那如果是不放工具人，然後3對3，那秦其實打起來時間又長，然後又容易被控制，效果是比較不明顯的。再來，我們來看看用全自動的队伍戰鬥激進場的指南吧。那队伍戰鬥激進場呢，它不像時間線可以手動走位，雖然我也是用自動啦，我也是用放自動讓它打。那隊伍戰鬥激進場呢，這種算亂鬥的環境吧，我們給秦可雷裝配輝煌的 CDP 就會是關鍵，因為開局被对方擊火的話，它的攻擊詞條會瞬間的補滿，並且觸發 CTP 的技能。那我們接着就可以等 AI 去放大招2技或5技去做反攻，拿下一血哦。那在這邊的話，我們一樣必須看對手換工具人這個邏輯，就是我們上面所述的準備的那2套去應對。譬如說，影片中遇到亞當的隊伍，或者是史士這種隊伍，或者是對方直接用秦的英雄陣營的隊伍的話呢，我們就用秦加海拉跟烏木諧星的隊伍。那海拉是針對英雄，與那個烏木諧星又是針對宇宙屬性，這2種不同的減傷效果，可以不會有損耗，減傷不會有損耗，計算上啦，那就可以比較能確保秦可雷在一波交火之後可以撐過，可以防守撐過到他可以攻擊的時候。但是如果你是遇到像馬德琳配鋼人，我記得地獄火是反派，那妖精女皇也是反派，那阿美麗卡是反彈啊，她是英雄陣營的。那這種的為馬德琳做減傷效果的陣容呢，那就是我們就換成用歡歡或者是歡歡跟鯊魚傑夫。那因為馬德琳是反派，而且是爆破，烏木諧星的全宇宙跟海拉的英雄減傷呢，對他就沒有效果了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換成歡歡跟鯊魚傑夫。那並且傑夫如果把它配置不錯的話，他的生存率提高的話，他還可以有恐懼去干擾馬德琳，他是發放技能的節奏。那這邊就可以為我們防守蓄力的時間再能爭取一波。那最後當然一樣是由秦的 AI 放技2跟技5來收尾。那不論怎麼切換，我們一樣還是要記得隊長的位置必須要能放解控的角色。那在打這種 PVP 的模式下呢，这就是鐵則啦，你就是要記得呢，要放能解控的效果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來看看哦，因為本周異界戰鬥啊，進了所有的原神第三角，但是沒關係，因為其實第2周開始之後，其實之前的原神第三角他們都會有 debuff， 所以通常他們都只能配上工具人，不能不能說哨兵加努爾這樣子，因為你這樣子使用的話，就會減少
下一個位置的勝率。那本周異界戰鬥主打的，大家都是用這一套變種人隊伍哦，大概就是馬德琳紛爭當頭，並且歡歡當工具人，然後秦葛雷跟金剛狼在做最後的收尾。那這周除了原生 T3 角被禁用之外，本周的 buff 還是對變種人或反派有高達250%的減傷，250%的減傷。那目前就是這套打起來是非常的有效果啦，我有打到4400分位左右。那這一套陣容的方面呢，馬德琳就是主攻手啦，那紛爭就是旁邊的副打手。那歡歡如果提升他的練度，然後因為是帶工具人的 CP， 所以就是可以讓他爭取生存之後，用他的技能不无小補去損傷一點，耗一點对方的血。那後面的金剛狼就是靠他的神器所寫的機制，作為後面的副打後排的後備的副打手。那秦葛雷用 CTP 去扛傷害之後反攻。大概就是這一套主打的這套陣容的制壓的方式。那最後這部影片呢，其實花了許多心力在思考要怎麼去解說，也問了 AI， 也問了許多的，也麻煩了很多的大佬。那希望大家會喜歡，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想法。更多制服影片在熒幕左方，系統介紹在熒幕右方。那請參考熒幕上方的連結。那影片製作真的很不易，感謝你的訂閱啦！我是 Colin， 謝謝你的訂閱。